追着咱们哥几个跑，啊！哎，咱们出来2日，就下了2日2夜的雪，还不当生火？要我说呀，还不如生火呢。引几个虎库兵过来打一架，还能暖和暖和。我是宋典，急着追上大家，毯子拿的不多，大家将就一晚吧。几个人共用1张，能暖和一些。别等胡库人来了，冻得哆哆嗦嗦的，拿不住刀了。来，多谢，大哥，分给大家吧。来，兄弟，来。之前汤将军曾跟我说，有一名小队长在黄泉营待了8年，说的就是您吧？是，宋典参见方大人。听说你之前负责巡查送讯的工作，人称活地图，想必你也是对周遭的地形熟悉，所以才派你来的吧？是的。宋大哥是汉州人。汉州人。汉州1年之中大半时间比这还冷，要不是当地人习惯了，怎么在这地方待得下去啊？不像你们中州人，在这待个3年2载，一到换房的时候，就哭爹喊娘的要回去。说话别这么难听啊！就算你是汉州人，你就心甘情愿待在这军营里啊？就是。再这么说，家里也比军营舒服多了啊！要不是为了养活老母妻儿，谁会愿意待在这种地方？汉州也有绿洲，并不是处处戈壁。这一走了2日了，都没有见到胡库人。宋大哥，你说这胡库人会不会藏在附近的绿洲啊？胡库人劫掠为生，待在绿洲做什么？休养生息。再者说了，天冷了，大多数绿洲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。那要如何寻找胡库人呢？从水井屯撤离的胡库人，少说也有1000人，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的。可我看这一路走来，一直在下雪，就算有马粪也被盖住了。方大人，您真是用了心了，还请宋大哥多指点。小的不敢。不过，今年胡库蛮子饿得慌了，知道咱们关上有粮，就跟狼嗅到了血腥气一样。进水井屯被反击了，现在都盯着黄泉关。要是从西边迂回300里来找粮，怕是粮还没找到，人已经饿死了吧？倒不如寻找加满人所在。加满人？是的，黄泉关外东为加满，西为胡库，胡库又分为左部和右部。加满人大多散居，但也会有自己的聚集地。胡库人喜欢到加满人的聚集地劫掠，除了抢劫食物之外，还会抓近1000人养在军营里，打仗的时候用他们做2脚羊。两脚羊？就是2只脚的牲口，平日当做牛马用，上了战场就是挡箭牌。历来兵书上只教用火牛阵，没有教用活人来当挡箭牌的。这些人为了打仗，真的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来。哎，小五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打水井屯的时候，好像也有加满人。对，那他们为什么到处散居呢？加满人一向是蛮族中的异类，以耕织商贸糊口活人，并不喜欢争斗。近些年来，屡屡被其他蛮族部落侵略，逐渐失去土地，变成了流民。再加上弱小的加满人夹在高大壮硕的胡库人之间，一眼就可以分辨，所以被胡库人抓来做挡箭牌。那明日便有劳宋大哥，带我们到加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去。遵命。睡吧睡吧，咱明天还要赶路呢。睡觉，睡觉。醒醒！表哥，雪停了，怎么是这个时候啊？幸亏雪停了，不然这雪得把咱们给埋了。哎，宋大哥呢？哎，昨日夜里不是还睡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的去四周转了一圈，辨别了一下方向，由此向北，
1日多的行程便到了皮罗山，皮罗山下便是加满人时常聚集的地方。好，那便往皮罗山出发吧。是。大哥，脚印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加满人特别多？这一路走来，马蹄印都多了不少。果然马蹄印变多了。糟了，会不会是胡库人在追击加满人？这些足迹是向东侧去的，咱们应该向东快追啊！连续下了几日大雪，就算有脚印，也应该早被盖住了。突然有这么多脚印，大概是有埋伏吧。方大人，机不可失啊！咱们还是应该快些追啊！宋大哥，你昨日夜里去了哪儿？谁派你来的？你的主谋是谁？大哥，怎么办？他把我们引过来，一定是因为胡库人就在附近。这附近只有皮罗山能够隐藏大批人踪。那就沿着马蹄印走。他让我们向东走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往东走。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，我们包抄过去查探看看。是。王，自从那边的人传来消息，说带着方海师往这个方向来了之后，就失去了联系，我们也没有寻到他的踪迹。难道他识破了这里的陷阱？也罢，咱们先按原计划行事。此一，你为先锋，若遇到方海市，就给我杀了那个狼崽子；若是遇不上他，也别管这个小卒。尽管避开大征前哨官兵，直抵黄泉营，我们的目标是一举拿下黄泉关。自战若胜，汉州就是我胡窟总部的了。好像是胡库主力，行军的方向是黄泉营，他们要搞奇袭。不行，你回去通知汤将军，我去麒麟营看能不能搬来救兵。好。胡库大军来了！胡库大军来了！快备战！是无药和萧武，快开城门！是。果不出所料，前日线报称胡库左部主力还在水井屯，今日已偷偷向黄泉关挺进了。想靠奇袭占便宜。傅大人，在，立刻传消息给麒麟营前来救援。是，谭将军，方大人已经前往麒麟营了。什么？方大人对地形不熟，避免出现意外，再传。是。探子营立即出发，沿黄泉关至皮罗山沿路查探，半个时辰一送消息，不可懈怠。是。张大人，立即调派所有兵将部署行动，严阵以待。是。西滨港刺史陈赫然参见青海公。现在情形如何？敌方战船尚未攻击，但已在攻击范围之内。敌我状况？敌方战船与西平港相隔不过110海里，若乘风疾驰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
便可攻打西平港。目前探知，大敌船有30艘，不知有否后应。西平港军备，大战船仅有8艘，小船15艘，驻军1万有余，加上流伤军不过2万人，可能这场仗要僵持很久。青海宫即是数百里，想必劳累已极，不如先下榻歇息。把所有军事部署，还有人事的分配，所有卷宗送到我房中。还有，政府将领有何特长，一并告知。是。青海公，这是副将修风，为人仔细，对西平港也熟悉。作战之日，便跟随青海公左右侍奉。卑职带路，青海公，请随卑职来。汤将军，虎库大军已然逼近，何时下令放箭？人群中有很多加满人，贸然放箭，恐怕会伤到他们。眼下形势十分凶险，倘若黄城关失守，便可危及到大征啊！准备放箭，尽量别伤到加满人。是，准备放箭，准备放箭。
守不住也得守。西丽营那边可有消息？侦察线被截，消息传不进来。是徐丽营。传令下去，能出战的全部集结，随本将军出战。官在人在，官毁人亡。是。
射杀的可是个王啊！所以胡库人才会举起黑旗。我听说胡库人死后从不下葬，只是各部藩王战死沙场之后，才会将尸首送回去，包裹上黄金下葬。这佐普敦王啊，生性好斗，袭击黄泉营那3000兵马也是他的部下。现在他死了，所以他们才撤退的。那是卓英吗？除去发色，那面容与身形，我与卓英从小一起长大，绝不会认错。汤将军，快免礼。此战你功不可没呀！先是断出胡库阴谋，寻人通信，再借到麒麟营的救兵，还射杀了佐普敦王，当机立断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汤将军过奖了。此番若不是黄泉营与麒麟营合力抗敌，也没有那么容易击败胡库大军。方大人过谦了。汤将军，末将认为，宋典所为并非一己私仇。黄泉营内可能还有其他细作深藏。只可惜这宋典已死，他的头领是谁，无从查知。我们还得多加小心，暗中查探，消息不可外露。是。此次胡库左部老王已死，这新佐普敦王是老王的一亩地，听探子说原本就不亲睦，因此才下令撤退的。但不知他们何时还会再举进攻，我们还当小心防范才是。汤将军，末将还有一事。何事？那些加满的难民。汤某知道方大人也是恻隐之心，但汉州今冬不比往年，大雪饥寒，黄泉关内外都比往年贫瘠。黄泉关是大征北边最重要的关口，这些难民入关，只会消耗咱们的粮草和药物。方大人，善念可取，但恐怕会影响军备。那些难民，我们可否收留他们，在营中做帮手？这些加满人自由惯了，多年来做两脚羊也不知道反抗，哪有那么容易凝聚起来？况且如今大雪封路，粮草运输不容易，西南海防又被雷州各部的军队骚扰。此次，陛下派青海公率刘商军出征西平港，想必战事吃紧，朝廷当时应接不暇呀，也不便为了这些难民去叨扰朝廷。您刚刚说师父带着刘商军去了西平港。是啊，刘商军快刀血刃，一度让九州震撼的刘商军，天下人有多久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了？大征的海岸线绵长，雷州诸部又擅长水战，师父此番怕是要费些心思了。必须要让所有战船列好阵型。还有，这里，青海公，黄泉关密函。你们几位先回去歇息。是。黄泉关一战，黄泉营与麒麟营夹击，方参军射杀胡库左部敦王，胡库左部暂时撤出边关，右部暂无动静，一切安好。立刻把消息传出去，密切留意胡库左右两部行动，右部尤甚，死守黄泉关，令保海师周全。是。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父吧。师父若是不想下棋的话，不如跟海狮赌一赌。师父您猜猜，我哪只手拿的是黑子？如果师父猜错的话，就算是我赢了。我赢了的话，师父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以后海狮做错任何事情，您可以骂我罚我，但是不能不理我了。好吗，师父？又是。我赢了。说好了，师父以后不能不理我了。师父这么多年对海狮的教导，海狮一直都记在心里，
也非常感谢师傅对我的教导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之前弄坏了师傅的玉佩，所以给师傅做了这个。过几日考弓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得很好，真口气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师傅没有和据点一成亲吗？还是师傅一如既往以国事为重，匆匆成亲便赶赴西平港了？西平港的战事如何？同黄泉关一样紧迫吗？方大人，张大人，黄泉关的景色不如天启城，大半年的时间几乎是枯草残雪，想必让方大人失望了。哪里？说起风土人情，倒是黄泉关扎实些。那些加满的难民呢？